我那天早上太早起来了，可能太累，不小心就啪从上面摔下来。但是他们已经基本上给我定型，一条死了，第二条活过来，植物人，93%的植物人。我今年63岁，我是57年出生的。从学校毕业到没有生病之前，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漆，通过漆来做平面的，也做一些立体的。我收藏的一些东西进行修复。我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专学校毕业的，就厦门工艺美术学校。很偶然的机会，国内办了一个美展，叫6届美展，我就做了一件作品，获得了银奖。我一下子那20几岁就变为全国美协的会员了。那时候那就考虑到，哇，这个展览完还有其他的展览，还有其他。做一张画，漆画，有的可能至少3个月，甚至半年，有的甚至1年。漆树留下来那个漆叶是非常贵的，比一般的绘画材料都贵。这项制作非常缓慢。那时候我是工作狂，跑到漆厂去买漆，所有工资也只能花在上面去了。他愿意干一番大的事业，要跨界，要试错，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他是一个古典和当代、器皿和平面、漆画所有的对接的这么一个高手。就这个老师是很有戏剧性的一个老师，他的断纹很巧妙地把漆不该有的一些瑕疵刻意地做了出来，让人们可以看到原来漆是可以跟时间有关系。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沿着溪爬进来的，没有路啊，买了一卡车的砖块，我们只能靠自己了，因为砖块会磨啊，整个手啊全部都是血，哇，手肿了大概好长的1个月才好起来。其实漆跟农作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中国的漆到现在为止还是靠漆树。原来这个漆树是在一个石头上面从里面长出来的。当时我好高兴，我想这一棵漆树靠我们这么近，真是我跟漆树太有缘了。早上大概6点就起来。我就喜欢，然后喝茶，我茶拿到外面去，天还没有亮，我就坐那一直等着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挺享受的。我现在的身份就是3名，因为我在老做锄头、老做工具的时候，我觉得最舒服。像叶子飘下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很有意思的画面的用笔。自然界真的是太美的东西。你看这个，你对着它，透明了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1、2片好看的叶子，我就塞这个地方。他喜欢山上的生活，但是他同时他觉得他要改变世界。要让年轻人融入进来。教学生就是轰轰烈烈，像搞一个很有趣的艺术运动一样，桌板排开，然后大家晚上白天都在那边做。如果要谈到大漆艺术教育，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。现在为什么漆跟漆器花展是
有点困难了，因为它投入太大，特别是时间。其实能做漆的人是挺幸福的，他能够回顾了很多时代，整个历史。4年之后，我再次回到山上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陌生，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怎么会拥有一个这么好的院子，漆园，那很感恩的。特别是这一个星期以来，我一直在清理，做卫生，就慢慢开始恢复记忆。基本就说漆的这些知识也好，怎么做我不知道。都忘了。以后学生就是我的老师。今天雷玉教我这个来捏那个是什么？那个面粉，面粉加那个加生漆啊，我现在就知道了。在路边发现这个很漂亮的叶子。我自己突然会想到漆书。如果说有一天我能够画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漆的树叶上，再用漆去填色。这边起码可能20年了。所以这个房子一盖完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网。这个网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完。全国各地来看我的人都会谈到网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又坐这里看到他，我突然间把他的名字想起来了，其实就是漆园王。如果说我能够对漆的材料、很多技法的记忆能够恢复的话，我想用时间给它做起来。哇，今天配合这么好啊，好吧？漆园，我觉得他在跟我一个对话和一种提醒。我现在特别珍惜的是与自然共存。这棵漆树是我漆园最前面的一个位置。每次走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漆树从没有树叶到长满树叶，看到漆树的颜色变化，接着漆口的就知道，啊，又一年了。摔了又怎么样？摔了可能就是我一辈子必须经历的事情。人生其实就像稻草一样，树和草长起来都很漂亮，但是它也会落下去，花也会落下去，火它也会亮起来，也会灭掉。